心灵鸡汤最常用的套词就是挑战救我，战胜自己。结果，王炸姐姐的现实版就真的出现了。中国最大影评平台豆瓣网当前热度最高的5部剧，居然出现了赵丽颖自己打自己的现象，而且还是最新的我跟4年前的我的一种大乱战的情况。王炸弟弟王一博同样面对着这个老旧套词的新挑战，而且呢，更加有趣的是，王炸弟弟跟王炸姐姐一样，同样也面对着同款同码的同龄人的挑战救我战胜自己的压力测试。这些都是好事，只要主观意志是积极正面，内心向阳的话，都能够在压力中站稳脚跟，在实力中证明自己，而不是没有用的抱怨和刺猬般的地方。赵丽颖、罗晋的幸福到万家已经走马20多集了，不得不说赵丽颖的剧就是能抗，郑晓龙的剧也是保障。这个转型当中的赵丽颖，就像申万我看好的眼神杀一样，走到现在依旧让人感觉一点都不像是演的。相信赵丽颖的路转粉又是一波新浪了。王庆来的人设是个相当反差的补充，让人窒息之余、讨厌之余，也让和幸福的无助感、孤独感平添了许多。这就是立柱的场景和有趣的冲突。这种老道的编剧的编排，在各种无形当中成功带飞了观众们各种追剧的渴望和煎熬。于是乎，幸福到万家成功的化身，成为了中国最大影评平台豆瓣网当前热度最高的5部剧之首。让申万我依旧意外的是，赵丽颖的另外一部4年前的老剧，居然照样能够在4年之后，傲娇的跻身中国最大影评平台豆瓣网当前热度最高的5部剧当中。这种烧脑明晃晃的勾勒出了一幕叫做经典的画面出来。赵丽颖、冯绍峰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虽然剧集已经完结多年了，结果这次居然能够顺利挤进当前热度榜前5，无可否认的，应该是完全受到了赵丽颖2022年的新剧《幸福到万家》的正面影响和涟漪效应。这种效应只会让商家不断的偷着笑。赵丽颖效应的确是个盆满钵满的经典既视感。不过呢，话说回来，这部剧的质量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整体古色古香的，演员用心演绎，很多经典台词可古为今用，如一家子的兄弟姐妹同气连枝，共荣共损，一人荣耀全家荣耀，一人丢人全家丢人，若都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直，以德报德，方知人间终有善恶，等等等等。这些具有非常浓厚的古代生活气息和完全接近白话的鸡汤词藻，慢慢品味的话，依旧是百听不厌、百看不厌的。这部必人感觉强烈的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绝对是这几年来最好看的古装剧了。其中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更是传唱至今，亿万回响，相当的别致和难得。流量有时就是这么双生的、唯美的。王炸弟弟王一博的流量同样是翩翩公子的高山流水，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瞎热闹。纵观当下的95后小生中，实力经得起考验、口碑毋庸置疑的，就是那个申万我经常提到和比较的，拥有了1万票房号召力的易烊千玺了。目前他的待播剧已经高达4部了。虽然目前因为编制、考公的问题，四子兄弟的口碑下滑当中，脱粉等的问题开始频出，然而呢，有资本、有靠山、有实力的他，对于这个电影进阶之路的必然挑战，估计影响不了太久太多。毕竟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预期，已经有了很强的票房号召力了。对比厚积薄发的神奇小子王一博，易烊千玺算是在95后小生中前景比较明朗化的一位前辈了。因为先知先觉，他相对走得比较稳，比较巧。当然了，这次小镇做题家的编制烦恼还会持续发酵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对于王一博而言，因为编制和考公同样是王一博的未来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当中实力变现的最佳途径已经不是金钱和物质了，已经悄悄变成宇宙尽头的编制了。目前为止，易烊千玺的待播作品有4部，《满江红》3个字，白鹤亮翅，世间有他，这几部作品不乏冲奖的，这就是易烊千玺的眼光和风格了。所以出现上乘之作并不奇怪，他的路实际上就是所有流量小生进圈探索的必修阶段。现在同样发力狂奔的就是王一博和王俊凯了。这2位中，王一博的待播剧超过了5部，
无名维和防暴队长空之王热烈，我和我的青春，视角永恒与别不同，而且359度那一种的深万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您注意一下，这5部大片到底都有一个什么样的肉眼可见的共性呢？这个自带热度的共性和其他人流量的明晃晃的差别又在哪儿呢？重要的是，这个共性到底是加分项呢，还是减分项呢？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王一博的剧主流正剧基本上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定位很明确。作为电影圈新人，如果王一博的流量变现的好，票房号召力立住了，未来电影圈必然是无可限量的一位。这种考量是肉眼可见的，毕竟作品质量跟配置在那，背后的名导大腕都是各取所需的存在。因此，这几部王一博的作品都拉满了摩托姐姐的渴望值，很值得吃瓜心态的大众翘首期待。对比王俊凯，后者的待播作品有4部，是《断桥749局》、《刺猬》、《万里归途》。有意思的是，王俊凯的定位跟王一博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处于流量范围中，作品制作合作的演员都属于上乘。那么，能否凭借电影作品迈出流量圈，证明自己，就需要看个人的实力跟作品的口碑了。新万我在这里必须提一提的就是，演员最好要有特色，避免同质化，希望您懂的。因此，新万我必须提一提另外一位同龄的流量担当刘昊然了。他目前的待播作品有3部，是《平原上的火焰》、《燃冬》、《我的少年时代》。单从这些待播作品的名字上看，是不是就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呢？这种味道您 get 到了吗？要知道，对于刘昊然而言，他是验证过的有票房号召力的一位知名演员，而且新万我之前也深扒过中国所谓的100亿票房俱乐部，里面就有这位貌不惊人的票房常客的身影。新万我只想说，他的运气实在不错，演技依旧待考，只是呢，他的思想还是通透明白，略带谦逊的。目前他的重点明晃晃也在转型当中，这种转型是由商业片到文艺片的探索阶段，属于提升自我演技跟口碑的时期。这份的清醒照样值得鬼聪明的王一博留意和参考。为什么新问我会这么说呢？话说同龄的流量当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就是逐渐回到电影圈的吴磊了。他的待播作品有2部，是《不虚此行》、《草木人间》，具体表现如何，也只能算是有待作品上映的表现了。目前而言，他的电视剧作品播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他的定位其实也有巧思的成分，同样值得王炸弟弟王一博借鉴和思考。说到这，您看出来了王一博在同龄人当中的优势和短板了吗？无名维和防暴队长空之王热烈，我和我的青春，这5部红彤彤的红色任务政治大片，可以说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呢，单纯为政治服务的现实短板又在哪儿呢？说到这，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其他流量担当相当偏爱商业片到文艺片的探索呢？这种隐藏锋芒、扬长避短的思维方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差别就在于商业与文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人说，主题比较文艺的就是文艺片，其实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任何一部电影都是有它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和主题的。即使是如复仇者联盟系列这样的商业大片，亦带有美国精神和反战、和平的主题在其中。我们都知道的变形金刚里面的汽车人大战，其实包含了多重主题，其中之一是关于科技是否能够充分为人类所利用的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在宇宙中位置问题。这种价值观和主题的传递是每一部电影都会承担的东西，所以以主题是否文艺来界定文艺片与商业片是以偏概全的。还有人感觉文艺片就是以讲述剧情为主的电影，代表是辛德勒名单、乱世佳人这种说法就是以偏概全了。为什么新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种电影明明就是商业巨片，辛德勒名单、乱世佳人都是标准的大投资、大制作。辛德勒名单启用了当时红极一时的连姆尼森和拉尔夫·费因斯这2位大咖级别的演员，而乱世佳人更是囊括了当时正当红的克拉克·盖博、费雯丽、奥利维亚·德哈维兰等重量级大咖，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铺设大场面。
所以认为讲述剧情为主的电影就是文艺片的思路是简单的想当然了，因为剧情片也做得非常的商业，按照商业模式开发出来的剧情片，本质上其实就是商品，是商品就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反过来看，以大规模盈利为目的的影片，一定就是商业片。所有的商业片其实都是指那些以票房收益为最高目的为最终目的的影片。商业片的共性就是努力迎合大众口味和欣赏水平的影片范畴。比如《辛德勒的名单》启用了那么多大明星、大导演来为影片撑腰，又有通俗易懂的剧本故事，花了这么多大价钱，其实为的就是一个票房。因此，从这个唯票房论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典型的商业片。而且，商业片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艺术片而言的。艺术片是指那些凭借技巧、意愿和想象力经验等等，综合了人为因素，融合了各种平衡创作的作品。这种作品通常具有较高的美学追求，拉开了作品与一般人的感官距离，也就是说，咖啡与大蒜之间的距离，法式大餐和爆米花之间的距离，以此类推。比如法国新浪潮的戈达尔、侯麦、瓦尔达，德国新浪潮的赫尔措格、法斯宾德、施隆多夫，希腊的安哲等，这些大师级的导演拍摄出来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与一般观众的距离较远，这些都是艺术片的高冷基调。那么艺术片到底符不符合我们一般人对文艺片的定义呢？答案是当然了，是符合的，因为艺术片有极高的审美诉求在其中，一般又有深刻的艺术表达在其中，就像我们这些普通人站在蒙娜丽莎面前一样，这当然是符合文艺片定义的。因此说到这，你也就可以明白申万我到底想要说什么了吧？没错，流水线操作的商业片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流水线的要求，审美要求颇高，细节凸凹明显的文艺片，很显然对演员的素养和鞭策也是极其个性化的，并且精算到位的。因此对于演员而言，所谓转型，除了跳出原有的世界和框框，更需要提炼自己的长项，改善自己的短板。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却是正向和裨益的。因此申万我以为商业片真的是把双刃剑，自己的流量为别人做了嫁衣之后，演员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是100亿票房俱乐部的衔头吗？这或许就是快线弯道的得失考量了。到目前为止，这几位95后小生的实力个个都不容小觑，甚至有些人的突围表现非常的强劲，事业前景也是成熟和看好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比起90后的95后更具有话题跟热度，更重要的是演技跟作品貌似也更胜一筹。聪明人站在一块的时候，比较的不仅仅是鬼聪明的系数，更是先知先觉的维度。毕竟这几位申万我提到的95后的可塑性都很强，再加上资源配置上的各自发力，都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电影市场的无限可能性。总之，王炸姐姐赵丽颖在愈发苛求荷尔蒙的2022年，难度依旧超大，困难重重。王炸弟弟王一博在顺风顺水的政治任务挂帅下，依然需要保持警醒，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明白别人的思路和弯道，如此才能远离所有那些无法造就人的尬吹和尬黑，特别是那些玻璃心态、毫无干货、一吹到底的花式尬吹。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谁都一样。最后，纵览全网，原创不易，申万我永恒依旧的359度的视角，有心的大家还是且看且珍惜吧。当然了，有心的您，欢迎为申万全网独家的原创持续点赞，更欢迎用加入会员的方式勉励加油。